什么是舞台？在演员眼中，舞台可以是游乐场；在导演手上，舞台可以是宇宙洪荒；在灯光设计师来讲呢，舞台可以是日月星辰。那么对于舞台设计师来说，舞台是什么？什么是舞台？我是林奕华，我是一个戏剧导演，也是这个介绍什么是舞台美学系列的导游。什么是舞台系列？第二位我要向大家介绍的舞台美学家是来自德国的杨培普鲍姆 Jan Papelbom。 Jan Papelbom 跟他后来长期合作的导演 Thomas Ostermeyer 是在1994年的夏天认识的。当时 Jan Papelbom 还在念建筑，他呢就像所有的学生一样需要兼职。那个时候，一个德国很有名的演员与导演，名字叫做曼夫瑞德·卡尔吉，把一个制作带到了威马的艺术节。Jan Papelbom 也在那个时候参与了这个制作的布景设计。那位导演也带来了他的学生，其中的一位就是 Thomas Ostermeyer。在艺术节的期间， Jan Papelbom 跟 Thomas Ostermeyer 和其他的同学就经常的在魏玛宫殿的中庭聊戏剧。当时的 Jan Papelbom 对舞台设计没有兴趣，但是他对一个问题倒蛮有兴趣的，那就是演出空间的基本安排有什么建筑的可能性，如何让观众与舞台能够产生不同的关系。2年后 Thomas Ostermeyer 还在大学修读最后1年的课程，但他已经受到了位于德意志剧院内新创立的棚屋剧院的邀约，去制作一些新的当代的演出。这是一个在当时德国很普遍的现象。1990年代是戏剧在德国非常蓬勃发展的时候。一方面是因为柏林围墙跟共产主义的倒下的环境制造了很多新的机会，也让很多新的文本跟新的艺术家出现。另外一方面呢，当时德国剧院的总监都是一些较为年长的艺术家，他们害怕被这波新的浪潮淘汰，因为很多的事情呢正在发生，社会体制也在改变，他们也担心自己的剧院跟社会上新的现象以及观众脱钩，所以就在既有的空间上创造了很多新的即兴空间，再邀请好像 Thomas Ostermeyer 这样的年轻导演进驻到那样的空间中，让他们进行新的创作。Thomas Ostermeyer 邀请 Jan Papelbom 跟他合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即兴的场地改成剧场的空间。棚屋剧场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地方，它是个小木屋，在改成剧场空间之前，有时候它作为食堂，有时候作为仓库。这个空置的空间让 Jan Papelbom 很感兴趣，它就像一张空白的画布，这跟一般戏剧所要用到的建筑概念很不同，它让每一个制作都需要从零开始去思考整个空间的可能性，根据文本的逻辑去实验不同的装置，创作出观众与表演者之间不同的关系。在这个具有弹性的空间中， Jan Papelbom 跟 Thomas Ostermeyer 创造了一个被 Jan Papelbom 认为至今还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那就是布莱希特的人就是人。Jan Papelbom 表示，那个作品让他感受得到自己跟 Thomas Ostermeyer 对建筑与剧场的兴趣有着很大的共通性。人就是人的舞台并不局限于提供一个能表现时间跟地方的空间，它是由很多垂直的长木板组成，就像用于军事训练的那些木板，他们已经非常的陈旧，而不是工坊里面刻意做旧的木板，所以重新使用这些木料呢，并把它本来的历史带入这个空间，就能共构出很特殊的氛围。此外，在舞台上也有一条轨道，能让道具推车在其上灵活的滑动。第二个 Jan Papelbom 跟 Thomas Ostermeyer 合作理念的基础呢，也是在这个制作中被建立，那就是所有在舞台上出现的东西都可以被演员以及创作人员触碰使用，甚至把玩。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很快的被拆掉、移动跟重组，整个舞台都可以变成演出的工具。人就是人这个制作是因为 Thomas Ostermeyer 对俄罗斯前卫剧场的著名导演梅耶侯的创作理念非常有兴趣。梅耶侯有提出一套生物机械学的原则，他的理念就是舞台上不应出现无法帮助演员去演出的东西，
对他来说，舞台设计不是用来创造舞台幻觉的，它是一个功能性与社会性的媒介，去辅助演员的演出。所以在梅耶侯所指导的演出中，舞台都是艺术装置，这些装置让舞台形成一个有它独特的质感跟叙事的空间。它不像搭建的布景舞台那样，观众很能够直接的透过舞台装置所使用的物料感受它的质感，就像 Jan Papperboom 使用回收的木板。Jan Papperboom 认为，在舞台上的社会性是为了确立现实与剧场相互连接，而不是重现或者将舞台布置成现实。人就是人当然不只是关于梅耶侯谈的生物机械学，但是这种实验性的方法呢，可以在棚屋剧场的空间里面创造一种不单只是建基于文本内容，而是透过物料的质感达到引发观众感官的目的。所以观众不是只看到表面的幻象，而是借此有了更具有层次的联想。而这些实用主义的精神呢，也都跟 Jan Papperboom 曾经在威玛的包豪斯大学所学到的有关。Jan Papperboom 跟 Thomas Ostermeier 在棚屋剧场初试提升，让他们名扬四海的是他们进驻了柏林列宁广场剧院之后排演的改编自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娜拉，这也开启了之后二人在位于繁荣购物区的柏林列宁广场剧院所创作的多部定目剧类型。Jan Papperboom 表示要为易卜生的这些自然主义的剧本设计舞台，他创作了非常简约、抽象的、具有现代风格的装置。因为一方面这些戏剧中的角色以及所身处的情境都跟工业革命之后所兴起的中产阶级有关，另一方面柏林列宁广场剧院所处于的地理位置以及所吸引的观众族群呢，大多也是中产阶级，而分析这些阶层的生存与精神样态就成为 Thomas Ostermeier 作为艺术总监以及一个导演所关注的命题了。Jan Papperboom 认为要营造出这种中产阶级的生活与居住的环境呢，就需要有一定品味与质感的室内设计和家具来呈现。他的企图就是以建筑师的身份去创造一个对观众有吸引力的空间，但是又要避免观众进来看一眼就知道是对布尔乔亚社会的一种批评。当时也是柏林经济复苏的狂热时期，走在街上随处都能看见各种现代化的变迁。Jan Papperboom 说，他受到这些变迁与繁荣景象的启发呢，就很想展示这些空间。这些空间就是让观看的人一看到它就有住进去的欲望，因为它们具有像样品屋的精致装潢，让人很快就能投射自己对于身份地位的想象，还有对幸福家庭与生活条件的理想。对比戏剧内容中粗暴的现实啊，剧中角色经历的挫败跟失望，就会让人不得不反思自己身处的环境跟这些中产阶级有什么异同了。Jan Papperboom 认为他遭遇到的问题是，这些作品全部的戏份都是在客厅展开，让设计的人甚至观看的人对于他的重复与相似感到厌烦。所以他必须要找到其他的方式去处理这种客厅的环境，从娜拉以家具的形式与物料来表达空间的质感，再到海德加布勒被进化到更简约、更抽象的设计。Jan Papperboom 让娜拉里面的具象的面貌变成了海德加布勒中开放式的客厅环境，这个进程就好像沿着现实与中产阶级对于生活品味的追求脉络，从什么都要有到什么都要好，然后又觉得太多人拥有的自己又不屑拥有。总而言之，所有的物件无论多还是少，都不是让身处于其中的人更加的满足，而是更加的感到空虚。Jan Papperboom 在设计上面的想法来到了海德加布洛这个人物的临界点，可以说也是让他有必要再往前找寻出路的时候了。也是跟如何表现身份地位与权力有关的剧目是莎士比亚的《一报还一报》，那是柏林列宁广场剧院在2011年演出的剧目。Jan Papperboom 放了一个金色的球笼在舞台上，整个演出都是在由金碧辉煌的金属片包围的封闭场面中进行的。
相对于制造一个上层社会的印象，它并没有营造一个特定的地点。这个金色的世界属于一个完全抽象的空间，但是透过舞台上演员的演出，观众就能很快的知道这是剧中的哪一个场景了。在设计一报还一报的时候呢，省却了许多场景转换的思维，让 Young Papabom 在2012年创作《人民公敌》的时候，找到了如何把剧中的客厅啊、报社啊、社区会堂等等的地点不用换景也能达到换景的效果。他创作了一个盒子，不同于娜拉是用实体的家具来表达剧中人的身份与对自己的想象，人民公敌进化到抽象，但也不同于海德加布勒使用大片玻璃窗的简约，他是直接把那些名贵的家具还有奢侈品，也就是代表着身份地位以及理想生活的欲望投射物，画在背景的黑板上。舞台上只留下了演员基本需要的几件桌子与椅子，还有沙发跟一个讲台。但是要考量舞台上出现的家具、桌子、椅子，观众可以把它当作客厅、饭厅的家具，也可以成为不管任何场域里面的家具。Young Papabom 说，人民公敌的黑盒子不会搭建到让人想象它是一栋房子，他尝试如何用最少的元素，比方说有可以进出的门以及摆在舞台上的几件实体的家具，就能界定出3个不同的场景。同时这个空间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又能够转变成为剧中的第4个场景，那就是上演辩论大会的社区会堂。观众也就在这个时候呢，成为公共论坛的一部分。舞台变成一个实体的建筑，打破的4面墙与剧院融为一体，好像大家来到主角史多克芒演讲的现场。这个转变不是透过空间的转换，或者是家具位置的调动，而是用白色的油漆将后面黑色画有图画的背景全部漆成白色。人民公敌的舞台是直接从一报还一报的创作经验发展出来的，他把 Thomas Osterman 2个重要的美学理念串联在一起。一是用一个抽象的装置来呈现一个必须用抽象的眼睛才能看得见的现实。2，诠释这些现代的戏剧作品呢，需要赋予它们时代性。Young Papabom 跟 Thomas Osterman 从1994年认识到今天2022年，2人合作的最大成果，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介绍给大家的，是通过创作与时代并行，一步步所留下的在美学上的转变与影响。从善用棚屋剧场里那些陈旧木板的质感，到进驻柏林列宁广场剧院后，因应不同层面的观众、不同层面的现实，而必须在一些具有经典价值的剧本里提炼出他们的时代性，因而会面临在审美上穿透现实跟再现现实的两难，再到突破瓶颈，继而找到新的视野。或者就是 Young Papabom 口中的下一个任务，那就是创造一个他们可以与之联系，但又未曾被反复呈现过的世界。虽然这个世界今天已经成为历史了，可是它的精神是不会过去的。那就让我们在接下来的3集一一去游历，以及在当中尝试找到我们的未来吧。